恋爱5周年当天，女友借口加班，临时放我鸽子。可转头我就看到他的男助理在公司大群里发了张两人一块试婚纱的照片，还谎称发错，已经撤不回了。群里同事瞬间磕疯了，纷纷询问他俩是不是好事将近。我顺手跟着发了一句挺般配的，便遭到女友的电话轰炸。他不耐烦地训斥道：“他只是路过婚纱店，觉得好奇，才拉我进去看看。你能不能别阴阳怪气的？他都被你吓哭了。”闻言，我嘲讽一笑，冷冷道：“大喜的日子哭什么？放心吧，订婚宴请帖上的男主角已经换成他的名字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不好意思啊，培之哥，这是瑶瑶的意思。夏明朗将一份文件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假装为难地看向我。看着解聘书3个大字，我并不觉得意外。文件里写得清清楚楚，女友简逸瑶卸任了我财务主管的位置，这一职将由她的助理夏明朗兼任。我知道这是简逸瑶对我的惩罚。2天前，她借口加班，缺席我们的恋爱5周年纪念日，转身却和夏明朗跑到婚纱店里试婚纱。夏明朗还将2人的婚纱照发到了公司大群里。我知道他嘴上说发错了，撤不回，实则不过是为了挑衅我罢了。而简逸瑶之所以会撤了我的职，是因为婚纱事件以后，我再也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见我盯着文件，有些愣神，夏明朗假装好心地说道：“培之哥，都怪我一时任性，才还害得你被瑶瑶卸任。你放心，我绝没有想要顶替你的意思。我这就去总裁办公室为你向瑶瑶求情。”夏明朗说着，便要迈开腿往外走。可我却注意到他是抱着个纸箱过来的，所有的文件以及个人物品都在里面。明明就是打定了注意要换到主管的办公室来。明朗，你眼睛怎么这么红？是不是培之又欺负你了？夏明朗一步都还未迈出去，简逸瑶便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慌张地拉住他的手。各部门主管为了方便交流公司事务，都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此刻简逸瑶全然不顾其他人的目光，正一脸担忧地看着夏明朗。夏明朗努力撑起一个笑，坚韧地摇了摇头：“不是的，培之哥没有欺负我，他只是心情有点不太好。毕竟主管一职他都已经当了好些年了。”我知道夏明朗的意思无非是在向简逸瑶告状，我赖在主管的位置上不肯走。话音刚落，简逸瑶便狠狠瞪了我一眼，怒斥道：“够了，培之，这是我的个人决定，你有什么不满就冲我来，别让明朗。”我不禁冷笑出声，这还是第一次在冷战中，简逸瑶主动跟我说话，却是为了别的男人。只不过他还没说完，便被我打断了。我淡淡道：“行了，你不用说了，我现在就把东西搬走，给他腾地方。”闻言，简逸瑶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像是没料到我会这么容易妥协。毕竟半年前，他将夏明朗提拔为私人助理时，我就极力反对过，还同他吵架，吵了整整1周。哎呦，培之哥，你这叫什么话呀？正常的工作调动罢了，只是让你先暂时搬到普通员工的办公区，但你依旧是我最尊敬的前辈。来，你东西多，我帮你搬。夏明朗故意加重了普通员工这几个字，不等我拒绝，他便殷勤地凑过来收拾我桌子上的文件资料。可他还没拿上几样东西，便假装站不稳，顺势将桌脚边的模型给碰掉了。随着哗啦一声，水晶材质的航船模型落在地上，碎成了渣。夏明朗一脸慌张，忙弯腰道：“
对不起啊，裴之哥，我帮你捡。只是夏明朗还未碰到碎片，便被简逸瑶握住了手腕。他捧着夏明朗的手，满脸写着担忧：“明朗，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这么傻呀？水晶碎了有多锋利，你不知道吗？”夏明朗一吸鼻子，假装委屈地低头，不敢看我。可是这个水晶模型是你送给裴之哥的呀，他一直当宝贝一样，都怪我笨手笨脚的，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听到夏明朗提醒，简逸瑶才屈尊降贵地低头瞥了一眼地上的碎渣。这还是简逸瑶拿到人生中第一笔工资时给我买的生日礼物，我一直好好珍藏。模型的历史比我和简逸瑶在一起的时间都长。简逸瑶轻蔑地冷哼了一声，才道：“一个小玩意而已，明朗，你不用管。”夏明朗却固执地摇了摇头，拿起一边的清洁工具，坚持道：“不行，东西确实是我弄坏的，我不能逃避责任。裴之哥，回头我帮你拿胶水沾一下吧，应该还能恢复原状。”我一把拿过夏明朗手里的簸箕，面无表情地将模型残渣倒进了垃圾桶里。风轻云淡道：“不用，本来就是要扔掉的。”闻言，简逸瑶眉心一蹙，不悦地看向我：“裴之，你这话什么意思？”我随手拿出一份早就写好的辞职报告，甩到了简逸瑶的脸上，冷声道：“没什么意思，我辞职。”简逸瑶目光一滞，双手也僵在了半空中。半晌，她咬牙看着我，手里的辞职报告被她捏皱。当初我拒绝了多家公司的高薪聘请，陪着简逸瑶艰苦创业，或许她认为我永远都不会离开她的公司吧，所以此刻才一脸的不可置信。不等简逸瑶再次开口，我已经搬起了工位上的收纳箱，带着我所有的东西，毫无留恋地走出了公司大门。只是回到家还没多久，门便被人一脚踹开了。简逸瑶怒气冲冲，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裴之，你有病吧？当着公司那么多人的面，你竟然敢甩脸色给我看！”跟在他身后的夏明朗忙走到我面前，着急解释：“裴之哥，你是不是还在因为上次我不小心把照片发群里的事生气啊？那天是我生日，我就是刚好路过婚纱店，拉着瑶瑶进去似的玩。我郑重地向你道歉，要是有什么误会的地方，我也愿意引咎辞职。恋爱5周年还没有一个外人的生日重要。而且简逸瑶明明说过，婚纱是神圣的，这辈子只会为喜欢的人穿上。”我听出来，夏明朗字字句句都在挑衅，可我内心泛不起一丝波澜，只觉得他可笑。我嘲讽一笑，冷嗤道：“夏明朗，其实你演技挺拙劣的，别假惺惺的了。订婚请帖上男主角的名字不是已经换成你的了吗？”见我没有发火，夏明朗脸色微变，不甘心地瞪了我一眼。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简逸瑶便答应了我的求婚。我们原本还计划好今年国庆先办个订婚宴，我甚至连订婚宴的电子请帖都做好了，却不曾想夏明朗在公司的酒局上喝醉，趁机向简逸瑶表了白。简逸瑶生得好看，公司里对他有好感的异性不在少数，当时他也只是一笑了之，我就并未放在心上。可当晚回到家以后，简逸瑶便摘下了我给她的求婚戒指，还要求把订婚宴推后。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将夏明朗一个实习生提拔为私人助理，与他的关系也愈发亲密。所以恋爱5周年纪念日那天，我看到他俩一块是婚纱的照片，竟比想象中的还要平静。可能是因为在我的意料之中，又或许是对于和简逸瑶之间的这段感情，我真的累了。那天我没吵也没闹，
索性将手里用不到的订婚宴请帖换成了夏明朗的名字，一键发送到简易瑶所有亲朋好友的邮箱里。我以为他会高兴的，毕竟他那么喜欢夏明朗，可他却惊慌失措地拼命抢走我的手机，竭力撤回了所有邮件，又单方面同我大吵了一架。如今我只觉得自己这些年的付出都是不值得的。简易瑶上前一步，将夏明朗护在身后，看着我厉声训诫道：“裴之，就因为一件婚纱，你一直闹到现在，至于吗？”我摆了摆手，随口说道：“想太多，我没跟你闹，别说是婚纱了，你俩就算闹洞房，也跟我没关系。毕竟公司谁不知道，夏明朗可是你未婚夫。”婚纱照发在群里，简易瑶始终没出来解释一句，他俩的关系早就在公司传开了。闻言，简易瑶微微一愣，可随即便露出洞察一切的表情。他挑眉一笑，满不在意地说道：“原来你是因为这件事生气呀，还搞什么欲擒故纵这种老掉牙的把戏。我没跟公司里的人解释，是因为明朗人微言轻，我的身份刚好能帮他压一压那些性子傲的老员工，免得明朗被人欺负了去。私人助理只需要负责简易瑶的一切行程安排，平时根本都不会与其他员工接触。我明了，这不过是简易瑶找的借口罢了。”见我没有立即开口，简易瑶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进一步说道：“行了，你的辞职报告我已经打回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是我最大的让步。裴之，你把手里的项目连同方案一起交给明朗，等明朗站稳脚跟，我就跟你官宣，向所有人公开我们的关系。”在简易瑶看来，这已经算是在给我台阶下了，但现在的我再也不会相信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等国庆订婚，等恋爱纪念日去约会，等生日送礼物补偿我，每次都让我等等，每次都不会兑现。可他在面对夏明朗时，只需一通电话，便不顾一切地奔赴到他身边。我早就看透了，简易瑶是我永远都等不到的人。简易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似乎是料定了我又会像从前一样低头，就连夏明朗的眼神中也满是挑衅，以胜利者的姿态斜睨了我一眼。我却冷冷一笑，淡漠地说道：“官宣？简易瑶，你可能搞错了，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简易瑶微愣，气得满脸通红，她死死瞪着我，咬牙切齿道：“裴之，你怎么敢跟我提分手？少蹬鼻子上脸了！”见状，夏明朗三步并作两步，插到我和简易瑶中间，急忙劝阻道：“裴之哥，别冲动，你和瑶瑶都多少年的感情了，怎么能拿分手这种事开玩笑呢？是因为今天换主管的事让你不高兴了吗？你可以直说的呀，没必要憋在心里。瑶瑶这么做也是为了公司好，你别误会了，我就一外人，别因为我伤了和气。最该走的人是我，我现在就去公司收拾东西走人。”夏明朗说着，便一脸委屈地准备去开门。以退为进是他的惯用伎俩，我都已经看腻了。没等简易瑶再次发火，我便先他一步拉住了夏明朗：“你走什么？你连家里钥匙都有，房产证上都要换成你的名字了。”话音刚落，二人脸上一阵尴尬，因为简易瑶特地多配了一把钥匙给夏明朗。简易瑶一时语塞，不悦地说道：“裴之，你有必要这样针对明朗吗？你可别忘了，这房子有一半的钱可是我出的。”我当然不会忘，这房子还是我和简易瑶当初买来准备做婚房的，只不过呀，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冷冷道：“那记得把另一半的钱转我，你带着新欢住在前任花钱买的婚房里，总归是不合适的。”简易瑶气得直喘，
他高高扬起手，就要往我脸上扇。以前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因为我爱他，舍不得伤他分毫，纵着他所有的小性子。但现在不会了，我一把抓住简逸瑶的手腕，将他甩开。你竟然敢这样对我，裴之，你！简逸瑶的谩骂声戛然而止，像是突然注意到了什么。他目光落在我的手指上，眼中闪过惊慌。裴之，你手上的戒指呢？我的无名指上只剩一圈淡淡的戒指印。求婚成功以后，戒指我一直戴着，哪怕是与简逸瑶吵得最凶的那次，我都没有摘下过。如今我也只是淡淡道：扔了。简逸瑶喃喃：扔了？为什么？我毫不在意地轻笑了一下，就像他为了夏明朗摘掉戒指那样，平静地说道：还能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不爱了。简逸瑶死死盯着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半晌，他赌气般地牵住了夏明朗的手，看着我道：裴之，别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耐心。你真的以为我非你不可吗？我命令你，现在就去把戒指找回来，不然我就真的不要你了。我直接让明朗做我男朋友。我皱眉纠正道：简逸瑶，别自恋，是我不要你了。简逸瑶脸眸，眼底情绪不明，像是被伤到了一样。可不等他开口，我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他，便径直离开。裴之，你给我站住！简逸瑶在身后大叫，却并没有追来。走出家门，我向人事部又提交了一遍辞职报告。走正常流程，简逸瑶是无法驳回的。刚在手机上提交完辞职报告，与此同时又弹出了一条新消息。我点开一看，是新公司的老板给我发的，要和我商量薪资和工作内容，问我什么时候有空，约我在餐厅见面。我在手机上敲了敲，回复说现在就可以。很快，对方便发来了一家餐厅地址，我按时赴约。到了地点后，才发现老板派了云婉作为负责人过来。2天前我们见过一面，我的简历就是云婉亲自筛选递交上去的。云婉招呼我坐下，忙把菜单递给我。裴之，你来啦，先看看要吃点什么，我们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商讨工作上的事。只是还没聊一会儿，身后突然响起一个突兀的声音，正是简逸瑶。只见他冷着脸走了过来，厉声道：好你个裴之，你是不是知道我今天和明朗要来这吃饭，所以提前找个女的过来陪你演戏气我，是吗？云婉疑惑地看向我，礼貌问道：这位女士是？我摇头，淡漠地说道：不认识。简逸瑶破防地环眨了2下眼睛，忽然恍然大悟道：难道你在背着我相亲？果然男人都一个样，变心变得比川剧变脸还要快。恋爱时，简逸瑶一直隐瞒我们的关系，因此过往的几年里，我没少被父母安排相亲，但每一次我都拒绝了。2位点的红酒和牛排来了，服务员端着菜走来，还没放到桌子上，就被简逸瑶抢了过去。不要脸的狐狸精！裴之是我男朋友，他和你绝无可能。你不是要喝酒吗？今天就让你喝个够！不等我反应过来，他便将手里的红酒尽数泼到云婉脸上。我一惊，连忙给云婉递去纸巾。你没事吧？简逸瑶一把打掉我手里的纸巾，愤懑道：裴之，你对这个贱女人这么好做什么？难不成你真看上她了？你们2个到底什么情况？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我不悦地皱眉，冷冷道：比起这个，你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小命吧。简逸瑶嘟囔着嘴，不解地看向我。裴之，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清了清嗓子，指着云婉，郑重开口道：简逸瑶，这位是你公司的总部老板的女儿。云婉。简逸瑶骤然间变了脸色。什么？
你是云慈云总的女儿？”简易遥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慌张地看向云婉。云婉擦干净脸上还有衣服上沾到的酒渍，愠怒道：“是。”简易遥懵了，疑惑不解地对我问道：“这怎么可能？裴之，你怎么可能会认识云总的女儿？”云婉一边起身，一边漫不经心地解释道：“她当然认识我，毕竟裴之的面试都是我给通过的。他马上就要到我们的总部公司来当经理了。”这个消息对于简易遥来说，像是晴天霹雳一般。毕竟他现在也只是分公司的总经理而已。不等简易遥回过神来，云婉突然轻声道：“裴之，可以麻烦你陪我去趟医院吗？我酒精过敏，现在不太舒服。”我抬头，这才注意到云婉的脸上已经红了一大片。进餐厅时，红酒是我点的，云婉点的那杯是果汁。云婉，你还好吗？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云婉倒是比我想象中还要镇定，轻轻点了下头，说：“还好，别担心。”我急忙起身，将自己的外套披在云婉的身上，遮住她的脸。云婉毕竟是女孩子，这样子走出去，若是被人看见，估计心里是会不好受的。外套罩在头上，云婉微愣，脸颊又红了一个度。他看向我，小声说道：“谢谢。”我护着云婉，结了账，正要往餐厅门口走，简易遥忽然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袖，僵持不下地看着我：“裴之，你去哪？你要丢下我一个人吗？”我一脸嫌弃地甩开简易遥的手，像是碰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冷冷开口道：“简易遥，云婉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别在这里碍事，夏明朗不是在这吗？要人陪，你找他就好。”可是我……简易遥张了张嘴，还想说些什么，我直接无视了他要说的话，头也不回地带着云婉离开。到了医院后，我让云婉坐在等我，我帮她去排队挂号。云婉点点头，安静地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她风轻云淡地摸出手机，已经在处理工作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像云婉这么坚强的女孩。简易遥平时被4指割到手，都会掉眼泪，向我抱怨，嚷嚷着要我给我处理伤口。但云婉的过敏症状已经从脸上蔓延到脖颈了，她却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医生问诊完以后，我陪着云婉去病房吊水。云婉的酒精过敏症状似乎很严重，我数了数，要吊整整5瓶水。我特地去医院旁边的商店买了一个热水，灌满热水后，关切地说道：“云婉，你把这个垫在手下面会好一些，不然药水太凉，你一次性打5瓶点滴，明天手会肿起来的。”云婉小心翼翼地接过，道谢说：“谢谢啊。”感觉确实好一些。见我愁容不展，云婉忽然玩笑道：“你这么严肃地皱着眉，做什么？难不成是因为我过敏？现在样子太丑，吓到你了？”闻言，我忍俊不禁：“哪有？怎么会？”我在病床前的凳子上坐下，忍不住问道：“我还是头一次见酒精过敏这么的严重的人，又这么淡定的人。你是以前也经历过吗？”云婉点点头，神色有些落寞：“是啊，这次只是酒精接触到了皮肤而已，根本不算什么。其实我一直挺讨厌酒桌文化的。我刚进家里公司那会儿，也是从底层做起的，在酒桌上被逼着喝酒。我事先声明酒精过敏，推辞了一番，没推辞过去。我问道：“然后呢？”云婉叹了口气，风轻云淡道：“然后啊，我被灌了整整1瓶酒，再然后我当场晕厥，浑身起疹子，被人送到了医院。不过最后，我把他们那天在场的合作商都告上了法庭，案子胜诉，我得了一笔不小的赔偿。我是不是很厉害？”说到最后，
云婉眼中闪过一丝光亮，她没有示弱，像是在转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还在为最后的胜利感到开心。我轻点了下头，竟有一丝心疼。是很厉害，也很不容易。当初简易遥刚创业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只不过他那时候身边有我。简易遥是个3杯倒的酒量，为了谈拢生意，我替他挡酒。后来因为心疼他，更是连酒局都不让去。有一回，我喝到胃出血，在医院整整躺了1周的时间。简易遥哭红了眼，他对着我发誓：裴之，等我闯出一片天，我一定不会让你这么累，也不会让你再受到一点伤害。我会向所有人公开我们的关系，以后我护着你。简易遥的话让我心中一暖，好像受了再大的委屈都是值得的。那时候年轻，只凭着一腔热血，一往无前地往前闯。殊不知，我明白了职场里的人情世故，却在自己引以为傲的感情里撞了个头破血流。简易遥当上分公司的总经理后，我并没有迎来他公开关系的这一天。他说，女性在职场里本就不易，好不容易事业有了点起色，现在官宣委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不想让简易遥为难，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不对外公开。我始终觉得，只要他能给我独一份的爱，其他的都不重要。直到夏明朗成了他的私人助理，为了帮夏明朗接触到商业界更多的人脉，简易遥带着他去参加酒局。那场生意一直谈到深夜，简易遥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他的时候，他在电话里的声音都是含糊的。我担心他的安危，连续闯了5个红灯，才赶到他说的地址。彼时，他正靠在夏明朗的怀里，看见我，才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扑到我怀里，喃喃道：“裴之，你来接我了。”简易遥语气娇嗔，他平日里很少这样，显然是酒精的作用。而他钻到我怀里时，扑面而来的还有男士香水的味道，与夏明朗用的那款一模一样。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声好气地问道：“怎么喝这么多？”简易遥喝得不省人事，回答我的是夏明朗：“不好意思啊，裴之哥，刚刚酒局上我被几个老板灌酒，我不太会喝。瑶瑶怕我为难，就都替我挡了。”夏明朗语气谦卑，说得像是自己真的过意不去一样，可他脸上的得意却溢于言表。简易遥在第2天醒酒后问的第一句话便是：“明朗呢？他没事吧？”简易遥脸上的担忧和当初得知我胃出血被送到医院时如出一辙。见我不开心，他才错开我的目光，解释说：“明朗才大学刚毕业没多久，他哪里懂这里面的人情世故啊？我只是自己淋过雨，想要为别人撑把伞罢了。”“裴之，你不会吃醋了吧？”我摇头说没有。简易遥才松了口气。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他撒谎了。简易遥常说帮人要力所能及，做不到还去帮那是蠢货。可他明明自己也是个3杯倒的酒量，现在想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蠢货，而是爱到了极致。或许我应该更早放手的，只是那是我不甘心。毕竟我为这段感情付出太多了。我固执地以为，只要我一直陪在简易遥身边，便能和他修成正果。可事实并非如此。云婉咳嗽了2声：“裴之，你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我将思绪从回忆里剥离出来，摇了下头，轻笑着说：“没什么。刚刚去给云婉买热水袋的时候，我还顺带买了些水果，于是便顺手拿起一个苹果，削完苹果皮后，我给云婉递过去。病房的门突然被人打开，简易遥站到了门口。可算是找到你们了。看到我给云婉递苹果后，简易遥愣了一下，而云婉迎着他的目光，
接过了苹果，笑着说：“谢谢。”夏明朗见了，立马煽风点火道：“我们本来还挺担心云小姐的，原来有培之哥在这照顾啊，没打扰到你们吧？”简一瑶眉间越皱越深，她不悦地看向我，质问道：“培之，你为什么对别的女人这么好？你是不是想另攀高枝，所以才跟我分手？”我懒得回应简一瑶的无理取闹，冷声下了逐客令：“简一瑶，如果你过来只是为了说这个的，那请你马上出去。”简一瑶悻悻闭嘴，不大情愿地将手里的花和水果放到桌上。她看着云婉，别扭地说道：“云小姐，在餐厅，我不是故意泼你酒的。我看你和培之走得近，还以为他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所以情绪有些激动了。毕竟我才是培之的女朋友，你们孤男寡女一块吃饭，那种情况下有误会也正常。我知道云婉是简一瑶得罪不起的人，所以他才买了东西过来看望。可他字里行间都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连一句道歉都没有。何况我都已经说分手了，他竟然还以我的女朋友自称，像是在特意宣示主权一样，听得我胃里不禁泛起一阵恶心。我正欲开口，云婉便先一步说道：“简小姐要是不说，我还以为你身边这个才是你男朋友呢。”云婉随手指了一下夏明朗，夏明朗脸上一阵尴尬，简一瑶满脸通红，扯着嗓子喊道：“云小姐，你不要血口喷人，明朗只是我的助理，我们只是普通的上司和职工的关系罢了。”云婉忽然笑了一声，漫不经心地说道：“不好意思啊，你们孤男寡女一块吃饭，那种情况下有误会也正常。”闻言，简一瑶的脸更红了，这还是她刚刚对云婉说过的话，如今全部回到了自己身上。你，简一瑶气得直跺脚，你了个半天，硬是说不出一句话来。还是夏明朗先恢复了神色，忙走到云婉面前，劝解道：“餐厅的事都是误会，你的医疗费都由我们来赔偿吧。”云小姐摇摇她性子直，你可千万别介意。云婉轻轻挑眉，懒懒地看了夏明朗一眼，上位者的气势压迫的夏明朗不敢抬头看他。云婉语气淡漠，听不出一丝感情。介意？我非常介意，我又不是他爸妈，凭什么惯着他？简一瑶听了，气得直喘，狠狠瞪了云婉一眼，咬牙道：“你凭什么这么横？你不就是比我会投胎，有个有钱的爸妈吗？我走到今天靠的都是我自己，不像你。”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简一瑶，厉声道：“简一瑶，够了，你给我闭嘴！云婉和你想的不一样，她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她自己。”简一瑶站得高了，似乎便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可她忘了，她成功的背后至少有我一半的辛勤付出。简一瑶诧异地看着我，眼尾通红：“培之，你凶我！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凶我！”简一瑶捂住脸，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医院病房外。我没有追，也没有那个必要，毕竟夏明朗已经跟着他跑了出去。当初简一瑶刚入职场的时候，身上也是有一股韧劲的。云慈是云婉的母亲，也是最负盛名的企业家，她对在职场肯付出全力的女性向来友好，也多亏了云慈云总的赏识，简一瑶才能管理上云家的分公司。但云家就云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次日一早，云慈便到了简一瑶管理的那家分公司问查。很显然，简一瑶最后被停职处理了。这一刻，他有些惊慌地看向我：“培之。”简一瑶身形微晃，他拉着我的手，着急地说道：“培之，你快帮我向云总求情啊！你可是我男朋友，你怎么能不帮我呢？”此言一出，都不用我开口，
公司里的员工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一脸八卦地看过来，七嘴八舌道：“我的天哪，我没听错吧？简总说裴之才是她男朋友，这什么情况？可他不是和夏明朗才是一对吗？他俩都一块去试婚纱了呀！”听见周围的议论声，简逸瑶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我不动神色地抽出自己的手，朝着曾经共事的员工笑了一下，解释道：“大家别误会，前女友而已，我们昨天就已经分手了。”话音刚落，公司里便又掀起了一波热议。昨天分手，这显然是简总感情背叛，被提了分手吧？就是啊，谁家有男朋友还跟别的异性去试婚纱呀？我说夏明朗啥都做不好，怎么能晋升这么快呢？原来是插足了别人的感情，背后的金主够厉害呀！夏明朗也有些着急了，连忙摆了摆手，又委屈又义正言辞地说道：“大家怎么能乱说呢？我和瑶瑶只是普通的上司和员工的关系，私下也只是好朋友罢了。我们从来没有明确说过我们是男女朋友，一直以来都是你们自己想象，误会了。”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夏明朗装可怜那套只对简逸瑶管用，公司里在座的哪一个不是生意场的人精？当场便有心直口快的女同事忍不住讽刺道：“笑死了！你们要是不做让人误会的事，怎么会被同事想象？公司里谁不称他一声简总？也就是你夏助理整天瑶瑶瑶瑶的叫，一点分寸感都没有。而且那婚纱照发群里，已经被大家误会关系了，也没见你俩谁出来解释啊！”简逸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比川剧变脸还要精彩。她转头看向我，像是在求助，而我直接偏过头去，不再看她。简逸瑶的声音里染上哭腔，她一拍桌子，高声宣布道：“我不干了，我辞职行了吧？云婉，你有背景，你了不起，只会欺负我这种辛辛苦苦认真工作的人。你以为离开你们云家的公司，我就没地方去了吗？少看不起人！”我不悦地皱了皱眉，明明是简逸瑶有错在先，她怎么大言不惭地把过错都推到云婉身上？再说了，云慈只是说停职处理，辞职不是简逸瑶自己提出来的吗？简逸瑶撂下这几句话后，颇为倔强地离开了公司，而夏明朗再一次追了出去。云婉看着两人一前一后的声音，不禁感慨道：“这个夏明朗倒是忠心啊。”闻言，我轻笑了一下，不以为然道：“我看未必，跟着简逸瑶只是他唯一的选择罢了。事情闹成这样，夏明朗在公司里是待不下去了。他业务能力本就不行，又吃不了苦，从前还有简逸瑶给他撑腰，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云婉跟着点了点头，认可地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看来英雄所见略同。这家公司之后换了新的人来负责，而我在离总部公司较近的地方重新租了房子，这样也方便以后上班。置办好新的家具以后，我按照喜欢的装修风格把家里收拾了一番。结束后，我累得躺在了沙发上，只是屁股还没坐热，便来了不速之客。门敲得啪啪作响，我一打开，便看到了简逸瑶和夏明朗那两张阴魂不散的脸。简逸瑶看上去有些着急，挤开我，很没礼貌地直往家里闯。“裴之，我打你电话怎么打不通？你家里的东西怎么也都不见了？”和简逸瑶提了分手后，我就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拉黑了。至于行李，是在婚纱事件以后，我已经在计划着离开了。那2天简逸瑶忙着跟我冷战，夜不归宿，刚好给了我收拾行李的时间。我只拿走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简逸瑶给我买的东西，我一件都没有带。
简易遥在我的新家里巡视了一圈，发现那些不见了的东西都被我摆放在这里了。我淡淡道：“都分手了，还留着前任的联系方式，和前任住在一起，怕是不好吧？”简易遥目光微滞，叹了口气，疲惫地说道：“裴之，别闹了，我命令你现在就搬回去。”看着简易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浑身都觉得不适。平生最讨厌他用命令的口吻要求我，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我们早就不再平等，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争吵。夏明朗也跟着简易遥附和，对我劝说道：“是啊，裴之哥，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吗？我和瑶瑶真的就只是朋友，你千万别误会，我和瑶瑶从未做过任何逾越之举。”夏明朗的话我都快听到免疫了，我无所谓地看了他一眼，当场回怼道：“夏明朗，我很忙，没时间陪你在这演戏，我也不在意你俩究竟到了哪一步，毕竟感情里的背叛只有0次和无数次，就算没有你，哪天也会出现别人，所以你带走的只不过是我的麻烦而已。”简易遥忽然忍不住怒吼道：“裴之，你太过分了！我和明朗明明清清白白的，难道在你眼里我就一点都不值得信任吗？”我嗤笑一声，冷冷开口问道：“信任？简易遥，你配吗？你敢说你对夏明朗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心动吗？”我平静地直视着简易遥的眼睛，好像要把他看穿。这么多年，他还是一点未变，撒谎的时候永远不敢与我对视。简易遥支支吾吾，底气不足地说道：“我当然没有。”我缓缓舒出一口气，淡然道：“少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你骗不了我，也骗不了自己。快点出去吧，再不走，我就报警说你们私闯民宅了。”在简易遥诧异的目光中，我将他和夏明朗不由分说地推出了门外。只是没过多久，简易遥又上门找到了我，他有些骄傲地看向我，得意地说道：“裴之，我自己开了家公司，很快就能东山再起了。你现在回来，以前的事我就不计较了。我可以在公司里公开我们的关系，也可以让你继续担任主管一职。”简易遥高高在上，一副施舍的样子，我心里清楚，他现在可不是什么后悔才过来找我，无非是想继续利用我，让我回去给他卖力罢了。无事夏迎春，有事钟无艳。等我的价值被利用完了，好处都是他和夏明朗的，我可没有为他人做嫁衣的癖好，同一个陷阱我也不会掉下去2次。我冷冷嗤笑道：“公开关系？什么关系？前女友吗？”简易遥瞬间皱起眉，咬牙切齿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裴之，你别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我能让你继续跟着我干，是给你面子。你以为你跟着云婉那份工作就能长久吗？”我懒得听简易遥的神经发言，正想着如何打发他呢，云婉刚好过来找我。云婉手里拿着一束向日葵，看到简易遥站在门口，冷不丁嘲讽道：“怎么都分手了？简小姐怎么还缠着前男友不放啊？”简易遥狠狠瞪了云婉一眼，气急败坏道：“关你什么事？好歹我和裴之确实谈过，不像你。”云婉并没将简易遥的挑衅放在心上，反而莞尔一笑，淡淡道：“是吗？那还真是巧了。我过来向裴之表白，你这个前任正好做个见证。毕竟过去的终将成为过去，而未来会有无限可能。”云婉说完，便将手里的向日葵大大方方地递给我。云婉看着我，笑意深深：“裴之，刚好你为公司拿下一个大项目，不如也趁此给我一个机会呗。我喜欢你，喜欢了你很多年。”我看着云婉手里的向日葵，
灿烂热烈，一如他本人一样。一瞬间，我有些恍神，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花，而且云婉竟然说她喜欢了我很多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看着云婉的脸，在职场上驰骋惯了的云婉，竟然也会脸红。这世上的真话不就不多，少女的脸红胜过千言万语。裴之，我不许你收她的花。简易瑶气得直跺脚，而我选择直接无视，接过了云婉手里的向日葵。我点了点头，温声道：“可以试试。”云婉灿然一笑：“3月春风不比。”简易瑶眼中竟流下泪来。裴之，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就因为他比我有钱，事业比我更好吗？可我想你搞错了吧？云婉脸眸冷冷打断了简易瑶，愤懑地说道：“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裴之离开你，与钱、事业没有任何的关系。从前你一无所有，他都愿意陪着你。他在意的是你的真心，可你的真心既廉价，又一文不值。”闻言，简易瑶哭得更大声了。她看着我，执着地问道：“裴之，我从前那么爱你，我的真心，难道你看不见？难道你不相信？”我轻轻摇了摇头，缓缓舒出一口气来。简易瑶，你自己也说了，那是从前，我从不怀疑真心，但真心瞬息万变。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简易瑶。听说他听信了夏明朗的话，盲目投资，导致公司破产，而夏明朗卷走了他所有的积蓄，跑到了国外。简易瑶欠下了巨额债务，不过这些都和我没有关系了。后来云婉告诉我，原来早在大学的时候，他便注意到我了。他说那时的我很优秀，他追着我的步伐一路向前，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我不禁有些讶异，原来在我不知晓的地方，我也是照亮别人的那束光。有缘人自是不会错过，兜兜转转，我们总会相遇。这一次，我坚定地牵住了云婉的手，朝夕与共到白头。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